《马岛之魂》这款索尼在 PS 时代末期的压轴大作，是一部叫好又叫座的游戏，但是它的续作《羊蹄山之魂》却自公布之日起，就因为女主角演员的跨性别身份，在玩家社区引发了激烈的讨论。长期对 DEI 渗透感到不满的玩家将这部作品当作发泄的出口。而更戏剧性的是，随着美国右派政治人物查理·科克遭遇刺杀事件的发生，一名《羊蹄山之魂》开发团队的跨性别开发成员在社交网络上公开对这一事件进行嘲讽的贴文，立刻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舆论风暴。索尼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与这个开发者进行切割，将其解雇，试图平息风波，却反而激怒了原本支持这部作品的 DEI 群体，形成了反对 DEI 的人在骂，支持 DEI 的人也在骂的情况，让索尼直接是在字面意义上变得左右不是人。而最无辜的《羊蹄山之魂》的游戏本身就这样落得一个被两边一起抵制的现状。游戏马上就要上线了，可是新发的宣传片却获得了压倒性到赞的情况，很多人更是声称自己已经退掉了自己原本的预定。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我的频道并不想讨论政治，也不关心谁支持谁，谁反对谁，我只是希望游戏不要掺和任何形式的政治议题。不过现在的情况是，游戏行业已经因为这些进步人士的深度渗透，被迫的卷入了这些政治漩涡之中。有的时候只想讨论游戏本身，却很难完全避开这些话题。其实在我看来，这次很多玩家即使对这个跨性别开发者的言论感到不满，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完全支持科克的政治立场，而是因为科克的某些批评恰好戳中了玩家们对于 DEI 在游戏行业大规模渗透的厌恶。我个人觉得，无论你是什么立场，羊蹄山这位跨性别开发者的行为都是极其不专业且不负责任的。因为游戏不是你一个人做的，但是你的言论最终却可能会让所有人的劳动成果付之一炬。如果是你的私人账号，你在网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当你挂着工作室的名字在社交媒体上肆无忌惮的评论时，你就应该想想你这么做会对你的同事造成什么影响，会让你的消费者怎么看你以及你背后的公司，尤其是在你们做的游戏马上就要上市发售的情况下。随着索尼的新名特工和马拉松这种服务型大作的接连翻车，如果连羊蹄山这种秉持索尼传统着重单机叙事的游戏也继续不达预期的话， PlayStation 的前景实在是不怎么乐观啊。如果羊蹄山也失败的话，那之后索尼游戏的主机包括会员的价格恐怕又要更上一个台阶了。这些进步人士惹的祸，最后也只会再一次被索尼转嫁到我们消费者的身上。哎呦，说真的，这些利用游戏搞政治的人能不能给我有多远滚多远啊？我们只想不被打扰的安安静静的玩自己喜欢的游戏，这么难吗？大家好，欢迎来到9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真谛。其实不光是索尼，这一次的政治事件让好多游戏大厂都冒出来一堆所谓的进步人士，在网上顶着自家公司的名字肆无忌惮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这些人给我的感觉就是除了政治，生活里就没啥别的事儿可干了，不仅自己整天嚷嚷，还非要把只想好好玩游戏的玩家也拽进这趟浑水。之前我还以为 DEI 的这股风头已经慢慢的消散了，但是这次的事儿让我看清楚了，游戏行业已经被这些进步人士渗透了个底儿掉。当 DEI 从一个本来想拓宽创作视野、照顾更多群体的概念，变成某些人手里充满攻击性的身份政治武器的时候，这伤害谁来扛啊？最后还不是整个开发团队和玩家群体来买单。之前我一直强调 3A 游戏的制作成本太高，团队过于臃肿，不过 3A 大厂中其实也是有很多充满激情的开发者的。现阶段的 3A 大厂做一款游戏，动辄几百上千号人，耗上好几年的心血、才华和热情，还得协同作战，才能最终把游戏端到玩家的面前。而且这个过程不光是一种艺术的创作，还更是一个烧钱的商业项目，背后牵扯着巨大的资金链、市场预期，还有无数开发者的家庭生计。在这些大厂的团队里，每个人都得为最终的产品负责。可 Sucker Punch 的这个开发者和他那些在社交媒体上挂着自家公司 title 却口不择言的同好呢？他们直接把个人的立场硬生生的绑在公司的项目之上，让游戏本身和所有无辜的同事为他一个人的言论背锅。这种把个人立场凌驾于团队职业操守和共同艺术成果之上的傲慢，是最纯粹
粹的道德绑架。这些人好像压根就没想过，他们的言论可能会让那些日夜加班只想做款好游戏的同事们的心血白白的被浪费，也没考虑过这会把背后的发行商拖到多么危险的公关火坑里。说白了，他们这么干就是为了在某些圈子里刷点声望，或者更搞笑一点，就是单纯的为了发泄情绪。这是多么的不专业和愚蠢啊！自己的一时冲动，牺牲的却是大家的共同利益。你搞清楚，你的主业是做一款让我们觉得好玩的游戏，而不是在社交网络上表达你有多么进步。索尼之前的几款作品接连翻车，股东们可都盯着呢。当舆论因为那一个开发者的言论而掀起滔天巨浪时，索尼以为自己的切割是最直接的止血方式。可是在反感 DEI 过度渗透的玩家眼里，索尼这动作太慢，也太不彻底。玩家们只会想，你们一开始为啥招这种人？团队文化是不是早就被这些激进思想给占领了？这游戏内容是不是已经被污染了？现在把人开了，是不是在装模作样？玩家们愤怒的根源是对于 DEI 整体的不信任，更别说制作这款游戏的很多员工都来自 EA 龙腾世纪影杖守护者的开发团队，所以光开除一个人根本无法平息玩家们的怒火，他们只会照样抵制，以惩罚索尼之前对这些进步人士的纵容。而对那些激进的觉醒群体来说，索尼开人的这个行为就是赤裸裸的背叛和一种向利益低头的行为。他们才不管这个员工的言论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也只会盯着这个员工跨性别的身份，把这件事儿定义成一场针对身份的政治迫害。所以他们也跳出来抵制，骂索尼是 coward， 是懦夫。索尼本来只是个做游戏的公司，现在却被逼着当起了文化的审判官，可他压根就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人买索尼的账。结果呢，不管索尼怎么做都是错，有因必有果。在我看来啊，索尼也是咎由自取，当初招了这么多进步人士，现在这报应来了。这场风波下来，索尼的品牌形象在两边都受到了损伤，而羊蹄山之魂的游戏本身却成了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里最大的受害者。那么这些所谓的进步人士咋就觉得自己说啥干啥都不会有后果呢？我个人觉得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都待在一个超级同质化的信息茧房里，活得实在是太安逸了。在这个自建的小堡垒里，他们的观点不光是主流，简直就是唯一的真理，好吗？外面的反对声音要么听不见，要么听见了也被他们扭曲成落后的噪音，从而被忽略，压根不值一提，搞得他们觉得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天下无敌。过去10年，游戏行业招了一堆这种进步人士，整个圈子都弥漫着一种激进的进步主义氛围。在这种环境里， DEI 的那套说辞简直就成了道德的徽章和某种圈内的通行证。你的观点越激进，就越显得你觉醒，越能在这个圈子里混得开。很多在玩家眼里觉得非常离谱的言论，或者是游戏中过于觉醒的剧情和对话设计，在他们内部不仅没人反对，反而可能会被捧上天。这种单方面的正面反馈多了，他们就真的觉得自己代表了全世界，或者至少站在了道德正确的方向。但更关键的是，这个大厂茧房里真的人人都吃这一套吗？肯定不是啊。里面肯定也有不少人其实并不认同，可为啥没人发声呢？因为质疑的成本太高了，普通人根本扛不住。你要是敢稍微质疑一下公司内部的主流叙事，哪怕用最温和的方式，立马就可能被扣上恐跨、种族主义、厌女或者是不支持多元化的大帽子。在一个把 DEI 当圣旨的环境里，这种标签就像是社会性死亡。你可能被同事孤立，在项目里被边缘化，导致升职无望，甚至被 HR 叫去谈话，搞不好饭碗都没了。为了保住工作，大多数人只能选择沉默妥协，宛如皇帝的新衣。而这种沉默，在激进的进步人士眼里就成了默认的支持，让他们更加的肆无忌惮，觉得自己的茧房坚不可摧。可悲的是，现实世界的市场规律和玩家的口味才不管你这个小圈子的规则。等一款砸了几亿美金、几百人为之付出努力、开发了好几年的游戏，因为某个人的嘴炮而翻车，这个茧房才会第一次被狠狠的撞击。而撞向他们的将不再是他们熟悉的反觉醒批判，而是冰冷的市场数据和裁员的通知单。可到时候一切都晚了，之后他们或许还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继续去当被迫害的英雄，但是整个行业、无数同事还有期待游戏的玩家却得为他们的傲慢付出惨痛的代价。
later。其实我们游戏玩家并不讨厌多元化，也并不反感进步的题材，我们反感的只是那种被当成道德绑架工具的多元化。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成本越来越高，玩家口味越来越丰富，独立游戏越来越好玩，这种封闭的价值观茧房迟早会面临更频繁、更猛烈的撞击。真正值得玩家期待的多元化，是行业里那些既能坚持人文关怀，又能尊重市场规律和玩家体验的团队才能创造的。他们不需要把政治口号当作卖点，也能做出自然多元、玩法创新、世界观新颖的好作品。当剥离所有这些场外的喧嚣、政治的口水和身份的博弈，回到最本质的原点，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玩家的诉求其实简单而纯粹。我们只想玩到好玩的游戏。游戏作为一种互动娱乐的媒介，永远都必须建立在好玩的这个基础上，而不是本末倒置。玩家们反对的从来不是多样性本身，而是那种将传播某种特定政治议程的优先级置于游戏性之上的傲慢与偏见。Anyways， 欢迎收看地主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羊蹄山这次争议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